张玉兰到哈尔滨那天3月的雪还没有化完，他从山东登州出发带这儿子赵振国和女儿赵振芳走了。1个月03天，从登州到烟台坐马车，从烟台到大连坐船，从大连到奉天坐火车。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坐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紧紧攥着儿子的手指甲，几乎掐进了他的肉里。赵振国没有喊疼，因为他也在害怕，但他已经9岁了，知道不能在母亲面前表现出害怕。赵振芳5岁，全程趴在母亲腿上睡觉，他不关心自己在哪里，只要挨着母亲就行。张玉兰到达哈尔滨那天，赵德厚在道外区的新街口等着他们。他远远的看到了他站在街口，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棉袄，比离开山东的时候瘦了一些，但腰板还是直的。他走近了，看了他一眼，没有哭没有笑，只说了一句：“你瘦了。”赵德厚说：“你也瘦了。”然后他接过他手里的包袱，另一只手抱起了赵振芳。振芳在半空中醒了过来，看到一个陌生男人的脸，愣了2秒钟，然后把头埋进了他的脖子里，不哭也不说话。赵德厚抱着女儿站在那里，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不是疼，是以前从来没有被撞过的地方被撞到了。张玉兰在哈尔滨的第1个冬天，比他在山东度过的所有冬天加起来都冷，不是天气的冷，天气的冷他能忍，山东冬天也不暖和，是那种从脚底板往上窜的冷，是地底下的冻气穿过鞋底，穿过袜子，穿过脚掌骨头，一直冻到膝盖以上的那种冷。他以前不知道一个人的脚可以冻到没有知觉，现在他知道了。赵德厚给他买了一双俄国人卖的毡靴，里面衬了一层羊毛，穿上去像衣。个筒蛋脚终于不冷了。他的第2个发现是哈尔滨的吵不是人的吵，是语言的吵。他在山东老家活了20多年，听到的只有一种语言，山东话。到了哈尔滨之后，他发现街上同时响着好几种他完全听不懂的声音，俄国人在说俄语，日本人在说日语，中国人之间说的话也和他不一样，河北话、河南话、山西话、奉天话，每一种的尾音都不一样。他站在菜市场里，身边一个女人用俄语问价一个中国摊贩，用山东话回答旁边一个朝鲜女人，用手势比划着要买半斤盐。张玉兰站在那里，手里攥着几个铜板，不知道该先跟谁说话。他后来学会了一套在菜市场生存的方法，不说话，用手指。他想要白菜就指白菜，想要萝卜就指萝卜。摊贩说1个数字，他点头或者摇头，然后付钱走人。这个方法在3个月内从来没有出错过，因为白菜和萝卜在各族语言里都长一个样。但有一次这个方法失效了。那天他想买一块豆腐，豆腐放在一个俄国女人的摊位上，他指着豆腐，那个俄国女人说了一长串俄语，张玉兰听不懂，但他觉得那个语气不是在报价，像是在跟他介绍这种豆腐怎么吃。他站在那里，不知道该点头还是摇头。这时候旁边一个中国老太太走过来，用山东话对他说，他说豆腐可以炖鱼。张玉兰转过头来看了那个老太太，问了一句：“你是山东人？”老太太说：“即墨的。”张玉兰说：“我是登州的。”2个山东女人在哈尔滨的菜市场上用一口地道的山东话聊了大约1盏茶的时间，他们互不相识，但站在2种语言中间的地带找到了一种共同的声调。那个即墨老太太后来成了张玉兰在哈尔滨交到的第1个朋友，他姓周，大家都叫他周嫂。周嫂的男人在铁路上当护路工，他自己在菜市场边上支了一个小摊，卖山东大饼，1张饼卖2个铜板。张玉兰偶尔会去周嫂的摊子上坐一会儿，不买东西就是坐一会儿，听他说山东话。周嫂的山东话让他想起了登州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的午后，那些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起的事情，在山东话里一件一件被翻了出来。有一天，他坐在周嫂的摊子前面，突然说了一句：“你说我男人当年走的那条路，他走了26天。”周嫂正在擀面，没有抬头，说了一句：“男人走路比女人快。”
张玉兰说：“我知道。”周嫂说：“那你等了他几年？”张玉兰说：“3年6个月。”周嫂擀面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擀，说了一句：“那你比他走得远。他在这座城市里的生活圈子很小，小到几乎不需要语言。早上起来生火做饭，赵德厚吃完早饭，去铺子赵振国去上学，赵德厚坚持让他去读私塾，说这辈子不能让你和我一样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赵振方留，在家里跟在母亲身后看他扫地擦桌子包白菜洗衣服，有时候赵振方蹲在院子里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一个下午。张玉兰从屋里走出来，看到女儿蹲在地上，屁股撅得老高一只，蚂蚁爬到了她的手指上，她没有甩掉，举着手让那只蚂蚁从手指爬到手腕，再爬回地上。张玉兰站了一会儿没有叫他，后来想赵振方也许是这条街上唯一一个会停下来看蚂蚁的中国孩子，其他的孩子都在忙着学大人的语言讨价还价。赵振国在私塾里学了不到1年就能认大约100个字了。有一天他从私塾回来，把一张纸摊在桌上，纸上歪歪扭扭的写着一个赵字。他指着那个字对张玉兰说：“娘，这是我的姓。”张玉兰看了看那个字，又看了看儿子的脸。赵振国的脸上有一种他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不是骄傲，是一种比骄傲更安静的东西。一个9岁的男孩第一次写对了自己从哪里来。张玉兰没有夸他，他指了指那个字，问他中间那一横怎么那么长。赵振国低头看了一眼，说手抖了。张玉兰说：“下次不要抖他。”说完之后，从锅里拿了一块玉米饼子，递给儿子。赵振国接过去咬了一口，然后继续看那个赵字，好像还在确认那个字是不是真的属于他。他没有告诉他在来哈尔滨的路上也偷偷学过写字，他用树枝在雪地上画过一个赵字。那时他出发之前，赵德厚来信时，信封上的字他照着画了很多遍，但每次画完雪一画字就没有了。现在他的儿子会写那个字了，而且写在了纸上，不会画了。下午的时间最安静，张玉兰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支鞋底，一针一线。他那的鞋底比山东老家那的厚了2层，因为哈尔滨的路比山东的硬，冬天的冻土比石板还硬，鞋底薄了，脚掌受不了。他在鞋底上纳出来的针脚密密麻麻，像一场无声的战争。他正在用一根针和一卷麻线对抗哈尔滨零下30度的冬天。傍晚，赵德厚从铺子里回来，一家人坐在一盏油灯前面吃晚饭，菜一般是炖菜、白菜、土豆、粉条，有时候放几片肉。张玉兰做菜的口味偏咸，因为山东人做菜就这样，赵德厚已经习惯了哈尔滨的中国馆子不那么咸的菜蛋。他从来不说什么张玉兰做的菜，他永远吃完。有一次，赵德厚带回来一瓶清酒，是小林送的。他说赵德厚的老婆来了，这么久也没有来店里坐坐，这瓶酒送给他喝。张玉兰看着那瓶白瓷瓶的清酒瓶，身上画着一枝红梅花，他拿起来看了看，对着油灯照了一下，那枝梅花在光线下透出淡淡的红色来。问赵德厚这酒怎么喝？赵德厚说倒出来喝。张玉兰说不是问这个，我是问配什么菜。赵德厚想了想说日本人可能配鱼生蛋，哈尔滨没有鱼生。张玉兰说那就配花生米吧。那一晚，赵德厚倒了2杯清酒，一杯给自己，一杯放在张玉兰面前。他端起来喝了一口，皱着眉头说像水。赵德厚说你喝慢一点。他不是高粱酒。张玉兰又喝了一口，还是皱着眉头，但这一次没有放下杯子。他端着那杯清酒又喝了2口，然后说了一句还行。那是他在哈尔滨第一次喝酒，不是山东老家的地瓜烧，也不是高粱酒，是一瓶从隔壁日本杂货铺来的画着梅花瓶子的酒。赵振方从碗沿上抬起眼睛看着母亲喝酒，觉得新奇。他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喝酒。他的母亲这辈子只做过2件事，做饭和等人。现在他做了第3件事，喝酒了。他端着杯子的姿势不熟练，但杯子里的酒没有洒出来一滴。那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张玉兰把
空瓶子洗了，放在窗台上，月光透过来，白瓷瓶上映着浅蓝色的光，像一个背。他收起来的冬天的片段，那瓶酒他已经喝完了一杯，他用一辈子记住了一种味道，那是哈尔滨的味道，不是山东的味道，咸的冷的和一点清酒的甜。1917年10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哈尔滨后，街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白俄难民，他们穿着破旧的大衣，有的还穿着军装残片，有的人没有鞋，用破布把脚裹着走在雪地上。张玉兰在菜市场上看到了一个俄国老太太，大约60多岁，穿着一件已经看不出原来颜色的皮袄，站在一个菜摊前面，低着头手在捡掉在地上的菜叶，不是偷食，捡菜叶子被顾客碰掉在地上沾了。你没有人要那个俄国老太太蹲下去，一片一片的捡起来，放进自己随身带着的一个布袋里。张玉兰站在几步之外，手里正拿着半颗白菜，她刚买的，准备晚上做炖菜。她看了看手里的白菜，又看了看那个俄国老太太的背影。老太太的背驼得很厉害，但她的动作很慢，很倾向一个在做家务的普通老人。张玉兰走过去，把手里拿半颗白菜放在老太太的布袋旁边。老太太抬起头来，看到面前站着一个中国女人，他们互不认识，语言不通。张玉兰不会说俄语，老太太不会说中文，但张玉兰用手指了指那半颗白菜，又指了指老太太的布袋，然后点了点头。老太太看了看那半颗白菜，又看了看张玉兰的脸，她沉默了很久很久，到张玉兰以为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然后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她说了一个词，俄语的。张玉兰没有听懂，但从她的表情和语气中，她猜那是在说谢谢。老太太把白菜收进了布袋里，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块黑列巴，硬的干裂的，她自己大概也舍不得吃的那一种，掰了一半递给张玉兰。张玉兰接了过去。两个人站在菜市场的人群中，互不相识，语言不通，中间隔着半颗白菜和半块黑列巴。那天晚上赵德厚回家之后，张玉兰把那半块黑列巴放在桌上，赵德厚看了一眼，没有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只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把那半块黑列巴切成薄片，泡在炖菜的汤里，一家人分着吃了。黑列巴是硬的，汤是咸的，但泡在一起之后，两样东西都变得可以入口了。那天晚上，张玉兰坐在门槛上继续拿鞋底，哈尔滨冬天的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吹在她的脸上。她眯了一下眼睛，但没有停下手中的针线，针线穿过厚鞋底的每一寸。她想起那个俄国老太太的脸，满脸皱纹，眼窝深陷，但眼神里有一种在冬天活了太久的人才会有的东西，不是绝望，是不绝望。一个人到了那种地步，还在捡菜叶，还在把最后的黑列巴掰一半给别人，那就不算输。他把手里的针线拉紧，打了一个结，然后用牙咬断了线。那天晚上，他把那只耐好的鞋底放在门槛上，站起来进屋做饭去了。那晚的炖菜，他多放了一颗土豆，因为他在菜市场站了太久，有些饿了。他的两个孩子在油灯下等他，他的男人在铺子里还没回来。他坐在灶台前，把土豆切成块扔进锅里，锅里的汤咕嘟咕嘟的冒着泡。他看着那些气泡，心里想的是那个俄国老太太会不会也在煮菜，煮他捡来的菜叶和那半颗白菜。1918年，张玉兰在哈尔滨度过了她的第3个冬天。她的俄罗斯毡靴已筋膜薄了，赵德厚又给她买了一双新的。张玉兰埋怨他浪费钱，说旧的还能穿，赵德厚说旧的已经破了再说吧。从山东走到哈尔滨，脚都没有冻坏，不能在哈尔滨冻坏了。张玉兰没有在说话，她穿上新毡靴踩了踩地面，果然暖和了。她站在门口踩了2下，像一个小孩子，是新鞋。赵德厚看到了没有出声，但记住了那个画面，他在门口踩了2下的那个样子，像一只刚学会走路的企鹅。张玉兰这一生很少被人送东西，在他的记忆里，他收到过的最贵重的礼物是赵德厚在山东老家的时候托人带回的一匹花布。他用它做了2件衣裳，
一件给自己，一件给赵振芳。现在他在哈尔滨又收到了一份礼物，一双毡靴，一双让他在零下30度的冬天里脚不会冻掉的毡靴。他没有说过谢谢，但他穿着那双毡靴踩了2下的那个样子，就是他的谢谢。1919年，赵振国从私塾升到了道外区新办的一所小学，他每天要走40分钟去上学。书包是张玉兰用旧布缝的，里面装着一块石板、几根石笔和一本赵德厚从俄国书店买来的算术书。赵振国的俄语已经比他父亲好了，因为他和俄国邻居的孩子一起玩踢毽子的时候，学会了很多张玉兰听不懂的词。张玉兰听不懂，但他能感觉到儿子的语言和他的语言之间的距离正在变大。有一天，赵振国从学校回来，嘴里哼着一首他从同学那里学来的俄语歌。张玉兰问他唱的是什么，他说不知道歌词的意思，但旋律好听。张玉兰站在灶台前面听着那首他完全听不懂的歌，他觉得那旋律确实好听，他不知道那首歌在唱什么，但那旋律穿过他听不懂的语言，直接传到了他的耳朵里。那天晚上，他躺在炕上睡不着，他想着赵振国唱的那首歌，他一句也没听懂，但他听懂了旋律。那旋律像在说一个人的心可以同时在2个地方，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哈尔滨。他后来也开始学俄语词，不是正经的学，是在菜市场上学的，一个词一个词的攒。他学会了面包，学会了牛奶，学会了钱。他发现俄语词和中国词一样，大部分都是短的声音，念出来的时候舌头的位置不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他用他学会的那几个俄语词和菜市场上的俄国摊贩交流。一个俄国卖牛奶的胖女人听了他的笑了，纠正了他的发音，然后教他念了3遍。他念到第3遍的时候，终于接近了他学会说第一个俄语词的那个下午。他回家之后对赵德厚说了一句，赵德厚愣了一下，问他什么意思。他说面包。赵德厚说你怎么学的？他说菜市场学的。赵德厚没有再说。后来赵振芳也学会了那句他学会的第一句俄语，不是从哥哥那里学的，也不是从学校学的，是从他母亲那里学的。有一天他在院子里玩，张玉兰在厨房里做饭，赵振芳突然喊了一声，张玉兰从厨房探出头来说你说什么？赵振芳说面包。张玉兰说你怎么知道？赵振芳说我听你昨天说的。张玉兰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院子里那个5岁的女儿，觉得有些东西正在这条街上长大，那些东西不需要人叫他们，自己会从空气里长出来。1920年，张玉兰收到了从山东老家寄来的一封信，信是他的梁家兄弟写的。信上说老家这2年雨水不错，地里的收成比前几年好了。他家那2亩点出去的地，赵德贵已经还给了他们兄弟，替他们管着，问他们什么时候回去。张玉兰把信念给赵德厚听，赵德厚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现在回去那2亩地也养不活我们了。张玉兰说是他说完这2个字之后把信折好放进了柜子里，他没有回信。那天晚上他躺在炕上想着一件事，他从山东走到了哈尔滨，走了3000多里路，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不会回去，但当他听说老家的地已经还给他们的时候，他心里想的不是回家，而是孩子们不会回去了。赵振国会在哈尔滨长大，赵振芳会在哈尔滨长大，他们的语言是汉语和俄语混杂的，他们的朋友里有中国孩子、俄国孩子和朝鲜孩子，他们已经不是山东人了，他们是哈尔滨人。他想到这里的时候没有觉得难过，他只觉得惊奇。一个人从山东走到哈尔滨只需要一个决定，但他的孩子从山东人变成哈尔滨人需要很多年，而那些年的每一天都是由他这样的日子组成的。做饭那些底，买菜，听孩子唱听不懂的歌，在菜市场上用手指比划着买半颗白菜。他闭上眼睛，窗外的风还在刮，哈尔滨的风和山东的风不一样，山东的风是软的，哈尔滨的风是硬的，
但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硬。他翻了一个身，睡着了。明天还要早起做饭。哈尔滨的明天还会有雪有风有菜市，常有那个可能会再遇到，也可能再也不会遇到的俄国老太太，有他那不完的鞋底和他长不完的日子。张玉兰后来真的又遇到了那个俄国老太太。在第2年冬天菜市场入口处，老太太坐在一个墙根底下，面前摆着一个小布包，里面放着几个自己做的黑列巴和一些俄国人家里常做的腌黄瓜。他看到张玉兰走过来，也认出了他。老太太从布包里拿出一个黑列巴递给他。张玉兰摇了摇头，掏出了2枚铜板放在他面前。老太太没有收铜板，她坚持把黑列巴塞到张玉兰手里，然后用俄语说了一句什么，张玉兰听懂了2个字，因为他学过的第一个俄语词就是这2个字的面包意思的。便替他接过了黑列巴。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在菜市场遇见。老太太叫他的发音已经越来越像中国人的发音了。张玉兰叫他老太太，他听不懂，但他知道是在叫他。他们之间永远没有完整的长句交流，只有半句话和手势，但他们都认识对方，就像认识菜市场里的每一个摊位一样。1921年秋天，那个俄国老太太再也没有出现在菜市场上。张玉兰等了他好几个星期，菜市场入口的墙根底下一直空着。张玉兰没有打听他去了哪里，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消失的人太多了，每个人的消失都有理由，而且大部分理由都不值得追问。他只是在他买白菜的时候多看了一眼墙根底下，然后继续往前走。他回到家里，把白菜放下，对赵德厚说了一句。那个俄国老太太不见了赵德厚，说没有问事。哪个俄国老太太？因为他知道他说的是谁。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张玉兰比平时多放了一点盐。他说今天的菜咸了一点。赵德厚说咸了就咸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抬头，但他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夹菜。有些人的消失不需要理由，只需要一个冬天。1922年，赵振国小学毕业，考上了道里区的一所中学。那天，张玉兰站在学校门口等着他放学。他看到儿子从校门里走出来，穿着校服，背着书包，比同龄的孩子高了一头。他站在人群里，没有喊他。他看着他和同学一边说话一边走出来。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叫了一声娘。旁边的同学好奇地看了他一眼。赵振国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他自然地走过去，接过了他手里的篮子。那篮子是他小时候他用来装菜的旧篮子，里面装着一双他新做的布鞋。赵振国穿着那双手工布鞋走回家里，路上没有换，他穿着那双布鞋走在哈尔滨的石板路上，走得很稳。张玉兰走在他旁边，看着他的鞋盒路接触的每一个地方。他想这双鞋他纳了3天，用了2层布底，最底下那层是旧衣服剪的垫布。他故意把鞋底纳的厚一些，因为哈尔滨的路比山东硬，他不想让儿子的脚和他的脚一样，在冬天的路上冻出冻疮来。赵振国后来考上了奉天的一所商业学校，要离开哈尔滨。那天早上，他背着行李站在门口，张玉兰站在门槛里面。他在屋里没有出去送他，他只对他说了一句路上小心。赵振国说然后他走出了门。他走到街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母亲站在门口门槛上，没有挥手也没有哭，他只是站在那儿，像一棵种在门槛里的树。赵振国后来在奉天学会了看日文报纸，学会了用算盘，学会了记账。他每个月给家里写信，信写得很短，但他每次都会在信的最后写一句我在这里很好，不用挂念。张玉兰不识字，他让赵德厚念给他听。他听完之后说了一句那他吃的好不好？赵德厚说信上没写。张玉兰说那你下次写信问他。赵德厚说好。下一次赵振国的信里果然多了一句我吃的好。张玉兰听完之后点头，没有再说话。但那天晚上他做饭的时候比平时多放了1勺油。1923年，赵振芳10岁了，他开始上学了，上的是道外区的
一所小学赵振芳比哥哥活泼，他学东西快，俄语学的比哥哥快，因为他的玩伴里俄国孩子更多。他每天放学回来都会跟张玉兰学说一句在学校学到的俄语。有一天他教张玉兰说谢谢张玉兰跟着念了几遍，念得不好，赵振芳笑着纠正他说娘，你的舌头打不直。张玉兰说我山东人的舌头就是直的。赵振芳说那俄语需要打弯的舌头。张玉兰说你教我。他教了很多遍，张玉兰终于学会了一个大致接近的发音。他学会之后对赵振芳说了一句，赵振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娘，你说对了。张玉兰说那我去对周嫂说。他真的第二天对周嫂说了那句，周嫂听得一头雾水，问他你说啥？张玉兰说俄语谢谢。周嫂说你们娘俩真是魔怔了。张玉兰站在周嫂的饼摊前面笑了一下，他发现笑这个动作不需要翻译。1925年，赵德厚的家具铺在东边的街口开了一个分号，不是他自愿开的，是因为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大订单太多，主铺忙不过来分号开。张那天赵德厚没有放鞭炮，只是把一块写着德厚家具分号的木牌挂了上去。张玉兰站在分号门口看了看那块牌子，又看了看赵德厚，说了一句你出息了。赵德厚说托你的福。张玉兰没有再说他，转身走回了家。他在回家的路上经过菜市场，他的脚步很稳。他穿着那双赵德厚买给他的毡靴，这双靴子他穿了7年了，底已经磨平了，但还能穿。他今年没有让赵德厚再买新的，他说旧的还能穿。他站在菜市场中间，环顾四周，卖菜的、卖面的、卖饼的、卖豆腐的，俄国人、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各说各的语言，各做各的买卖。他把篮子挽在手臂上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向了白菜摊。他今天要买白菜。他买完白菜往回走的时候，经过周嫂的饼摊，周嫂叫住他说老嫂子，你家男人开了分号，你不买个饼庆祝一下？张玉兰掏出一个铜板买了一张饼，他把饼掰了一半分给周嫂，2个人站在饼摊旁边吃完了那半张饼，阳光照在菜市场的屋顶上，照在他们的脸上。他嚼着饼，想着晚上回去给赵德厚也买一张饼。他说过他喜欢周嫂家饼上的芝麻多。1926年冬天，张玉兰病了，发烧烧了3天，他躺在炕上，赵德厚请了大夫，抓了药，他喝了药，躺在炕上看着屋顶的船子，想自己这辈子生病的次数2只手数得过来。在山东老家的时候，他生病了，没有人管，自己熬一熬就过去了。现在他有赵德厚，有孩子，有大夫，有药，他觉得这个冬天其实不算难过。他病好的那天早上，赵德厚端了一碗粥进来，说趁热喝。他坐起来接过碗，喝了一口粥，是甜的。赵德厚在里面放了糖。他喝完粥，把碗递给赵德厚，说了一句你也会熬粥了。赵德厚说你教我的。张玉兰病好之后又去了菜市场，他的脚步比生病前慢了一些，但他还是走到了白菜摊前，买了半颗白菜。菜摊的老板是河南人，问他病好了，他说好了。老板多给他塞了一根葱，说补补身子。他拎着那半颗白菜和一根葱往回走，经过周嫂的饼摊，周嫂说老嫂子你好了。张玉兰说好了。周嫂说那给你留了一张饼，热着呢。他从饼摊上拿起那张热饼塞到张玉兰手里，没有收钱。张玉兰说给钱。周嫂说你那根葱还不够补身子的，谁要你的钱？张玉兰拎着白菜，拿着葱，夹着饼往回走。冬天的风刮在脸上，他眯了一下眼睛，但没有加快脚步。他知道家里有人在等他，他可以慢慢走。他在哈尔滨的第18年了，他不再是一个从山东来的外乡人了，他是这条街的一部分，就像那把桦木椅子是德厚家具铺门口的一部分一样。他认识这条街上每一家的狗，每一只猫，每一个摊贩的脾气。他知道哪家的白菜最脆，哪家的豆腐最嫩，哪家卖的是隔夜的肉。他知道谁家的男人死了，谁家的媳妇生孩子了，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学他是这条街上所有消息的会几点，
而他从来不传播这些消息。他只是知道，他知道但不说，不代表他不懂；他知道但不说，不代表他不懂。他只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参与这条街的生活，那就是把每一件事都记在心里，然后再下一次买白菜的时候多跟摊贩聊一句天气。这条街就是这样一天一天活过来的，他也是这样一天一天活过来的。1927年春天，新街上死了一个人，死的是剃头铺的老张。老张在这条街上剃了20年的头，街上的男人都让他剃过，赵德厚的头也是他剃的。老张是晚上在铺子里去世的，第二天早上他徒弟开门，发现他坐在那把剃头椅子上头，歪着像指示睡着了。徒弟叫了他几声，没有应，伸手一摸，人已经凉了。老张没有老婆孩子，他徒弟在街口贴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老张去世了，请大家来送一送。那天下午，新街的半条街都去了人。剃头铺的门口摆了几张凳子，男人们坐在那里，没有人说话，偶尔有人说一句老张剃头剃得好。旁边的人点一下头，张玉兰也去了，他站在人群外面看了一会儿，他跟老张不算熟，他从来没让老张剃过头，他的头是周嫂的丈夫用一把旧剪子剪的，但他在老张的铺子里坐过几次，等他儿子剃头的时候，他就坐在门口那把桦木椅子上等。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回家，从柜子里拿了一匹白布，那是他攒了很久准备做衣裳的布，他抱着呢匹布走到剃头铺门口，放在老张徒弟面前，说给老张做一身寿衣。用徒弟看了他一眼，没有推辞，接过了布。他低头的时候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出声。老张出殡那天，徒弟在前面捧着牌位，街上的男人们跟在后面。张玉兰没有去送他，站在自己家门口看着送葬的队伍从街口走过去。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进屋开始做饭。那天晚上的饭他做了老张生前爱吃的那种面条，老张生前常来他家买过几次他做的咸菜，说过他家的咸菜最下饭。他不知道老张爱吃面条，是听周嫂说的。他煮了一锅面条，自己吃了一碗，剩下的放在锅里，第二天早上到给了街角的流浪狗。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在山东老家的时候，村里有人死了，也是这样的，各家各户送一点东西，帮衬着把丧事办了。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但赵德厚知道他做这些事的意义。他那天晚上回来，看到锅里剩下的面条，没有问什么，他只是坐到饭桌前吃了那碗已经凉了的面条。吃完了，他说了一句：“老张的头剃的确实好。”张玉兰说：“两个人没有再说话。窗外新街的灯亮着，老张的剃头铺的门关着，明天不会再开了，但那条街还会活着，因为活着的人还在做饭，还在吃面，还在互相送一匹白布或者一碗面条。1928年秋，张玉兰的头发白了一大半，她46岁了，在哈尔滨住了18年。她把头发用一根旧银簪子别在脑后，那根簪子是赵德厚有一年从俄国商人的摊子上买来的银的，不贵，但他戴了很多年。他的眼睛开始花了，做针线活的时候要凑得很近才能看清针脚。赵振芳已经长大了，在贸易行上班，他劝母亲别做针线了，说伤眼睛。张玉兰说不做针线做什么？他说做着也是做着。赵振芳给他买了一副老花镜，是从俄国眼镜店里买的。张玉兰戴上老花镜，看了看自己的手，那双手在镜片后面显得格外清楚，每一道皱纹，每一块老茧都清清楚楚。他摘下眼镜说怪别扭的，但他第二天做针线的时候还是戴上了那副老花镜。他戴着它那了一只鞋底，针脚比前几年还整齐。赵德厚看到了，说戴上眼镜手更稳了。张玉兰说眼睛花心没花。1930年冬天，赵德厚开始咳嗽，咳了一个冬天不见好。张玉兰熬了梨汤，熬了姜汤，都试过还是可他让他去看大夫，他拖着不去，说铺子里走不开。他站在铺子门口说你不去我就在这儿站着。赵德厚看了他一眼，他认识他20多年了，
知道他说得出做得到，他放下手里的活，跟他去了医馆。大夫说是肺上的毛病药。静养赵德厚说静养铺子怎么办？张玉兰说铺子有我。他把铺子的账接了过来，每天早上他去分号开门，晚上他回主铺记账中间。他还要买菜做饭洗衣裳，那鞋底他忙得像一只陀螺，但他没有说过一句累。有一天傍晚，他坐在门槛上记账，油灯的光照在账本上，他带着老花镜一笔一笔的记着，他记得很慢，因为他要先把数字看清楚了再写。他记完之后合上账本，揉眼睛，看到赵德厚站在门口看着他，他端着2碗粥站在那里站了不知道多久。他说粥我熬的。张玉兰说你会熬粥了？他说你教我的。他接过了粥碗，2个人坐在门槛上把2碗粥喝完了。冬天的风从门缝灌进来，但屋里的炉火烧得正旺。他们都没有说话，但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他在哈尔滨的第18年了，他学会了俄语的一个词，学会了用手指买白菜，学会了一个人在门口等，学会了在菜市场把半颗白菜递给一个陌生的俄国老太太，学会了给死去的邻居送一匹白布，学会了在一盏油灯下用老花镜记账。他这一辈子做过的事情不多，每一件都很小，但每一件他都做完了。窗外的雪还在下，明天早上他还要起来生火做饭。他的一生就是这样的日子拼起来的，而他心甘情愿。